這一期視頻不是上一期的複述，也不是水內容，而是一次思考的過程。我今天不是站在講解者的位置，而是從反思開始，邀請大家跟我一起思考。上一期把龐貝那期視頻做完以後，我其實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：公元79年，龐貝的那次突然暫停，真的是一次偶然嗎？如果它不是偶然，那2025年的今天，我們會不會也遇到這種偶然呢？我不是在說火山，也不是在說某一種具體的災難，而是我在想一個不確定性的問題，那就是我們對災難的判斷方式本身會不會就有問題？我在龐貝那期說過一句話：我們識別危險依賴的是熟悉的異常，不是因為我們不聰明，而是因為我們只對見過的危險比較敏感。像地震、戰爭、瘟疫，我們有畫面、有故事、有演練，可一旦這種異常長得不像任何模板，我們就會判斷失靈。龐貝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，恰恰就在這裡。在公元79年的那天早上，龐貝並沒有出現任何所謂的熟悉的異常。城市在運轉，生活在繼續，人們起床、出門、聊天、準備聚餐。如果我生活在當時的龐貝，那天早上我肯定也不知道自己站在災難的邊緣，可能在想今天上班是不是能摸個魚，中午吃什麼。因為這一天跟以往的每一天都一樣，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所以我要生活在那個時候，大概率會出現在今天的博物館裡。它真正可怕的地方是，一切發生的时候，我們的大腦還來不及把它識別成災難，因為它不像我們熟悉的異常，它只是突然的出現，然後一切就結束了。2000年後的今天，當我們重新進入龐貝，看到的是一座被時間突然中斷的城市，酒還在容器裡，牆壁上的塗鴉還在，那裡還有尚未完工的建築工地。這不是文明慢慢衰敗的樣子，而是人們就這麼突然的沒了，仿佛這裡的一切都被時間凝固了。所以這幾天一直在我腦子裡的問題是，如果這種暫停不是發生在公元79年的龐貝，而是發生在今天呢？如果有一種我們不熟悉的異常出現，它不符合我們對災難的想象，我們是否又能夠應對呢？或者說，我們是不是也會低估這些風險？龐貝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，並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它在提醒我們一件事情：在這個壽命已達45億年的星球上，能確定的是，文明並不是連續的。我們默認明天一定會來，默認賴以生存的系統會繼續運行，默認生活會按既定的軌道前進。但歷史反覆證明，現實並不是這樣。我們理解龐貝，並不是為了沉溺在恐懼裡，而是為了意識到，真正的危險往往不是我們害怕的東西，而是我們從未識別過的異常。如果下一次暫停長得不像任何一種我們已知的災難，我們那個時候會認得出來嗎？今天我們不是在講一個古代故事，而是在試着從那些已經發生過的斷裂裡，理解我們正在依賴的連續性。好了，這期內容就到這裡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讓我們一起把那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世界重新拆開來看。